各位道友，大家好，我是老人。这一期呢，我们一起做个练习啊。我这选了6张平视的有动态的图片，然后我们在练习中呢，感受一下体块的旋转和倾斜。我们一边分析一边画。先找锁骨，然后找髂脊、锁骨窝、胸弓、中线，这个裆部、会阴。那么它的这两个体块的一个朝向就出来了。侧面背部的一个厚度，这边切一半，这边有一个宽度，大转子，股骨大转子，膝盖的球，脚部的球，脚踝的球啊，基本上这样就出来了。你看，连个线就好了。一下，中线画一下。然后这个体块是怎么得出来的？看我上一个视频啊，那个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然后这样基本上一个体块就分析出来了。分析出来之后，边上画一个，到时候画小一点好了。我们自己画的时候，先定一个高度啊，大概这样，不一定要画的跟这个一模一样啊，但是大致的感觉是要差不多一样。然后中间定一个中间裆部的位置，上面分3份，下面分2份，然后先快速起一个形。因为它这个是平视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个视平线在中间啊，所以上下呢，它会有一个透视的这个一个感觉啊。注意它这个中线，你看这个中线的斜度来定这个动态的趋势，这个趋势。
然后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看它下面这个盆腔的这个体块好像是往这边左边转过去一点的啊，然后胸腔的体块是更朝着这个摄像机的这个方向啊，我们稍微再做一点调整，我要让它这个盆腔稍微再转过去一点，转过去一点感觉，就是我们把这个面缩小这个面。再取一半，这个宽度。往侧面大一点，盆腔的侧面大一点，就感觉这个体块转过去，它们两个就不在一个平面上。然后胸腔的话，这边稍微多一点，厚度薄一点，就会有朝摄像机这边转的一个感觉。脖子的一个中线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还说，就是如果你要画女性一点的话，我现在又是差不多是宽度是相等了啊。女性化一点的话，把胸腔改小，要改小一点。转子，那个感觉，先用画火柴人的感觉啊，来定一下它这个大致的形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重心啊，它就有重心的问题，把这条线先擦掉。有一个重心，你的脖子这边弄条线下来，然后重心应该是落在这边这个靠近这边这个角。
这个腹部的中线更直一点。然后大腿跟胯部的线是在一起的。要注意一下这个一个斜度，应该是差不多是有这样一个斜度，因为是往下的话，从上面有这么一个趋势，透视的一个趋势。视频线在中间嘛，中间是平的，上面那这边就会有一点点的透视压缩。斜度不够啊，手臂的斜度不够，再加大一点斜度。画手的时候要注意手，其实就是简化的手的体块，手也是有一个厚度在这边的，这样一个像瓦片形状的。手指头的话，就是简单的画一下就好了。在目前这个阶段，不用画的太详细啊，后面会手和脚是后面会单独会练的。需要的线擦掉。
好，这是第一个图的一个大概方块人快速起形的一个方法。这边再稍微调整一下透视。OK， 大致上就这样。脖子还可以再长一点。再细一点，细一点，长一点，好看。这个手这里，因为透视压缩的问题，手腕其实只能看到一点点，甚至看不到啊。手掌的面稍微多一点。下一个西红柿，锁骨、髂脊、中线。弄出来。这边稍微画一下这个脚的这个几何体怎么画，还是要分清楚，主要是要分清楚它的一个正侧面。比如说这个是它的正面，那这里它能看到一点点侧面啊。那么这边这样是它的侧面，
这个能看到一点点，就是脚背，就是它当做它的正面，然后脚趾头是另外一个体块，概括成这个样子。就这样，缩小了，自己画一个，先定个高度。看一下这个锁骨的斜度啊，大概是这个样子。这边横腔的一个斜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裆部呢，因为是平视的话，它可能就平一点，相对来说平一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吧，就是你看这个中线的一个走势啊，先画一个中线的走势，然后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面给画出来。快速把它一个斜过去的一个面给画出来，是这样一个感觉。长一点。切一半，裆部有一个宽度，裆部的一个形状画出来。头画一下，脖子，差不多是这样子。整体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啊，现在如果我要把这个胸腔这个体块稍微往我们镜头这个方向转一转，我们应该怎么操作？你比如说啊，如果它这个胸腔是正对我们镜头的话，举个例子啊，它是不是应该看上去是这个样子的？正对镜头的话，它是不是因为这是平视嘛？考虑这个俯视、仰视这种透视压缩，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我现在要把这个稍微转过来一点，应该怎么弄？这有一个中线，这转过来的话呢，它这个会相对来说，这个就变水平了嘛。那么这个斜度就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斜，稍微画的稍微平一点，然后跟着这个斜度也会变，对吧？这个中线呢转过来之后呢，它这个斜度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没有那么斜。取一个中间值，取一个和这个的中间值，看这边这个斜度也会发生一点变化。然后这边左右对称的呢，就是这边会稍微少一点，这边会稍微多一点，就会越来越趋近于平等。对吧？就接近于等分，会接近于等分。那么这个它转过来之后呢，这个斜度会越来越斜，
然后面积呢会越来越少，这样就转过来一点了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把这个替换掉，这就是我们这个板绘的优势，绘的优势就在这里。我把这个替换掉。哎，它就往中间转过来一点了。好，然后正好我也把它画小了一点啊，就显得更女性化一点。然后头往下移一点。这边腹腔连一连。看一下，这个可以擦掉了啊，这个可以擦掉了。中线连一下。钻子的球体，圆中点，在这儿。这边遮挡住了，看不到它。我这样应该是这样子的，这边遮住了。肘关节差不多在这个肋骨下面这个位置。手腕呢？手腕的位置呢？手腕的位置差不多是这个裆部的位置啊，因为它这个转住，它这个手张开了啊，有这么差不多一个弧度，在这个裆部的位置。这个斜度不对。画的时候看一下谁盖住谁，遮住谁，谁遮住谁，注意一下透视。
手到后面都会单独去练的，所以这里大概画一个形状就好了。就记住手的这个手掌，它是有厚度的，然后它的形状大概是一个扇形的瓦片的形状。大拇指长在这个瓦片的侧面。脚也是有一个脚背是一个长的梯形的形状。需要的线擦掉。这个圆柱啊、球体啊、体块的遮挡关系画清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下一个分析一下这张图，锁骨的窝，胸弓啊，它这个上半身的这个胸腔啊，已经比较偏正面了啊，但不是完全正面，还是有能看到一点点的侧面，不要被这个骗了啊！这个是肌肉啊，这是背阔肌啊，这个不是侧面。然后这里有一些好看的肌肉的穿插啊，先暂时都不要管了，都把它概括成一个球体就好了。这都就是个球体，先不要去管。以后我会做视频讲解啊，这里都是些什么肌肉。胸腔，看这边下来。这一点点，能看到一点。盆腔啊，盆腔是斜过来的啊，这个是斜的。在这儿，中线，裆部。反倒是它这个胯、这个盆腔这个地方倒是偏正面的。好，这里讲一下这边这个压缩吧。它这个大腿出现了一个压缩，这边还是膝盖啊，就当做一个球体来画。
球体就是个膝盖，大腿这有个横截面，这样子过来，连在这儿，这有个压缩。这样啊，你看这个小腿它是这样子，跟大腿这个本来小腿应该是这样子的嘛，对吧？它的圆柱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这是因为这个是肌肉嘛，肉是可以挤压的嘛，你就把它当做两个海绵柱啊，两个软的柱体，它这个折叠起来之后，它就压缩了嘛，就两个压缩在一起，就该怎么样，看上去是什么样就怎么画，然后把这个多余的部分擦掉。就是哪个盖住哪个，把它表达出来就好了，就是这样。这个就没什么难度，我就不画了。一条线连一下，脚踝、手肘、肩关节。我就想手要么画一下，手我画一下好了，把手的这个体块稍微画一下。手的开始的位置，它体块的位置是在这儿开始的，这个地方是手腕，然后我们就是小臂前臂结束的地方是在这儿，然后这中间呢，大概在这儿啊。这中间呢，它有一段，你看这个就是手腕，像台阶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一般都说先在这个阶段是把它画成一个球体啊，这个阶段是把它画成，但是在后面画的时候，在下一个阶段画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大概画出来了啊。然后手是一个瓦片形状的一个扇形啊，那么它有一个侧面。这有一个侧面，这样转过去。你看它小拇指在这儿，那么它这个面就在这儿，因为小拇指是长在这个面上面的，对吧？啊，大拇指长在这个侧面，大拇指概括一下，然后手指长在这呢，手指都长在这个面上，对吧？都长在这个面上。然后指尖，我们先简单的把指尖都连在一起，好，那么现在把这个部分擦掉，指尖这样，它这个手指就形成一个这样一个扇形，折起来的一个扇形，这是一个手的，看这儿呢，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间隔，这是手掌的位置，这边是手掌的侧面。手掌的侧面，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阶梯状的一个手腕，对吧？然后手掌它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样。这边那边那个面，大拇指长的那个面看不到了。然后，这个就单独概括，然后这边把它们连起来，它是指尖连起来，就在这里，指尖连起来，它就是这样一个扇面。简单这样概括一下。头的中线找中线，眉心到下巴，下巴的终点，这就是它头的中线。确定一个，看到眉心就有一个斜度了，它这个眉毛两个中点连在一起，延长，这就是它头的这个角度的这么一个，能够确定它这么一个角度。往这边看，后脑勺、耳朵后面就是后脑勺，这样给它稍微切一下，脖子。画的很复杂，下面能看到一点底面，这个下巴的底面。先这样连过来。好，画一个。
边这个侧面可能看到的更少一点，再修改一下这个这个侧面更少更小，看到的更小。一个高度，找一下它这个中线这个趋势的感觉。这样。横腔稍微画大一点，这样女性的特征。动一下，这个腹腔和这个盆腔，它的比例来控制在1:1的样子。盆腔还可以再大一点。一边画一边调整，胸腔再小一点。为了对比强烈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斜度本来就很斜，这个斜度画的不够，把这个斜度画大一点。这样的话呢，上下它有一个对比，会好看一点。
注意一个重心，它这个脖子下来，它这条腿重心全在这条腿上。这条腿它有一个比例，对吧？1:1，大腿的一个比例，这边对比一下，这个它就是一个扇形，一个扇形，膝盖在这儿。这边折叠了起来。这个肩膀啊，因为它这个手抬起来了嘛，肩膀它也这个球也就会往上抬，但它的抬的呢，它还是会有一个范围的，就是不要超出这个胸腔这个体块的这个范围，就是你这个球上去它这个下面都不会超过这个锁骨的位置。如果抬得再高的话也不会超过了，要不然这个关节就脱节了。注意这点。然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手臂的透视因为它是我们视频线在这儿嘛，所以它上面的部分是可以看到它底面的。
谁盖住谁这个关系要画清楚。然后稍微做个调整，这条腿应该再抬得高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脖子这个重心是落在这个位置，但这就是我们参考的话，它这个脚更斜一点啊，所以这个重心应该在上半身应该再往右边去一点。差不多这样，这边擦掉，调整一下。这个脚的斜度可以再斜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重心是比较稳的。下一张。
啊，手和脚的这个再画一下，侧面，看那个大拇指，这个食指在这个位置，它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转的，大拇指在这儿，然后把它们这些连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扇形的面，对吧？这边是侧面，小拇指在这儿，所以它这个就这样转到后面去了。手指连起来，形成这样一个面，大拇指在这个面上。脚背一个长的梯形，脚趾头，侧面的面，这个是这样，下面来，脚背能看到一点，还能看到一点脚背，这边当做侧面。有点踮脚，大概就是这样。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它这个重心啊，脖子拉下来这个重心，要注意它这个脚，它这个脚是受力的脚，所以这个脚应该在重心这条线上。
一下。注意啊，它这个腿抬起来了啊，所以它这边这个透视是这样子的，这个圆柱的透视是这样子的。然后下面这个小腿到后面去了，所以透视又变回正常面。这边手指头就不画那么复杂了，就直接简单的概括一下就好。颜色稍微加深一下，看得清楚一点。这边还没连上，连一下。
个。来看一下从背后怎么找，就先找肩胛骨吧。肩胛骨，你看没看到这两个点，两个突出的点对应在这儿，这儿一个，这儿一个，然后它这儿有个结构，也就肩胛骨的一个结构，大概长这样啊。这边接手臂，然后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叫肩胛冈，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后面的事我后面会讲，现在知道一下就好了。先暂时把这个擦掉了，因为这些我其实暂时只需要这两个点。把这两个点连线，延长线，然后找到这两个点的终点，不要被下面这条线给迷惑了，因为它两个不在一个平面上。但是沿着这个线的趋势找一条中线，然后这边是肩膀，我们大概在这儿截一下，就这个胸腔的这个体块就出来了。然后前面你看它这个内衣是在这儿结束的，就暗示我们它前面的胸腔前面的部分是在这儿结束的。这边有一条线拉下来，这边有个斜度，这样胸腔的大小大致就是这样。我们再来找一下盆腔啊，看到这个腰窝，这腰窝就正好这样，等这样一条线大概是，然后这儿有一个斜度给我们的暗示啊，这个背上的一个斜度给了我们暗示，它大概是这个斜度，然后从这边转到前面去了，就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体块。跟前面一样，它也是有一个下面也是有一个宽度的，我们把这个三角内裤的形状画出来。不需要把这个能看到底面的啊，底面把这个底面的这个样子给画出来。连上。这个盆腔的这个体块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把这边圆柱连一下，与球体，代表这个股骨大转子的一个球体连一下。注意啊，是这个点啊，这个点连到这边这个点啊。那么这个它，你看，其实我觉得还有多余的这部分啊，这部分其实是肌肉和和脂肪。我们现在画的呢，主要是一个骨头的一个框架。肌肉和脂肪是后面再去考虑。然后看一下这个大腿要怎么连接啊？记得前面我们是说连着前面的，你看我们前面，因为我们把底面画出来了，我们还是能看到前面这两个点的。这大腿其实就是直接连过来就好了。你看这个地方连个圆柱就好了，这个圆连到后面，就这样画就好了。然后这边呢，因为它这个腿是往那边屈了，所以它这个圆柱的这个截面是这样子，能看到多一点，连到这边。膝盖在这儿。膝盖的球体，踝关节、脚踝，
脚的体块画一下，擦掉一点。看到一个侧面，关节、手腕、关节、手腕、肩膀、肩膀的球。头的话是找眉心，下巴中线连一起，这就是一个头中线的斜度。这边画一下，耳朵在这儿，后脑勺在这儿，下颌骨的线画一下，基本上就这样。好，先连一下，这样就分析好了。手随便画一下，大拇指在这儿，它手的侧面在这儿，这边一个能看到一点点手背，小拇指在这儿，它就是这个扇形是这样转到这儿去了，一个扇形这样转到这儿去了，手指头就随便画一下。这些东西暂时这都不重要，自己再画一下。胸腔的位置稍微
度再大一点。调整一下。线收拾收拾，稍微清楚一点。
分清楚这个前后的关系，谁把谁给盖住了。最后一张图，和上面那张图相比呢，这张图你看它上半身胸腔的体块发生了一个水平旋转啊，然后盆腔的体块呢发生了一个垂直方向的旋转啊。来分析一下，侧面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斜度的信息，大概在这儿，然后它的厚度呢大概在这儿。连一下，这边转到后面去了，这个背部的一个厚度是会比较窄。中线大概是这样，就基本上是这样子。把肩膀在这儿，肩膀有往后凹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是在这个框的里面，没有跑出去。盆腔这边下来，那这边这样下来，大概侧面就在这儿。这儿有一个信息，斜度大概是这样。是这样。再把它这个三角内裤的一个形状给画出来。提炼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啊，不能保证100%准确，但是大概就是画一个大概的意思。然后这个大腿，你看这个，我们说从这儿连出来，从前面这个。连出来一个大腿，膝盖、小腿去，这都有透视压缩了吧？这个有一点透视压缩了，你能看到它这个截面变大了。
这个这很简单的啊，这没有透视压缩。这也发生了一个透视压缩，这边这个手臂的这个圆就能看到多一点。这个就这样画一下。最后来画一下。
注意啊，因为它发生了透视压缩啊，原本这个小腿是要比上面中间这个膝盖这个位置是要细的，因为它发生了透视压缩呢，它这边就变大了，离我们近的地方呢就近大远小啊，离近的地方就变大了，所以看上去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平行的一个圆柱体。这个手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再调整一下，就大了。整体再调整一下，头发高了，这个稍微压缩一下，头发大了再说。
上半身再下来一点。可以再改的小一点。应该差不多。不用画的100%很准确。先整理一下。这样看着顺眼一点。然后这个背后角度不常画，所以画上去看上去没有那么不像正面角度看上去那么好看。多练练就好了，没关系，我们以后多练练，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以上就是本期内容的全部视频了。散修修炼不易，还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或者订阅支持一下。山高水远，我们下期再见。